亨利和珍妮特是一对中老年伴侣，尽管两人相差23岁，但他们的感情非常纯粹，没有牵扯复杂的利益。然而，就是这样一对忠实的伴侣，最后却遭遇了一死一伤的悲惨结局。令人意外的是，凶手从未进入警方的视线，而犯罪动机也有些难以理解。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该市位于佛罗里达州西南岸，毗邻墨西哥湾，人口大约58000人，是佛州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也是萨拉索塔县的县治。主人公亨利·卡内瓦出生于1921年3月20日，他是意大利人，成长在意大利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家境贫寒，亨利早年没有接受教育，从小就在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他曾当过送报员，也曾贩卖过小商品。直到12岁左右，亨利跟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从那时起，他才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1939年，时年18岁的亨利加入了美国海军。5年后的1944年，他在军队结识了第一任妻子戴芬。戴芬比亨利小3岁，当时在海军军乐团担任乐手。两人于1945年结为夫妻。婚后不久，亨利从军队退伍，成为了一名汽车销售人员。此后的28年里，亨利与戴芬一直居住在加州，共生育了2男1女3个孩子。尽管作为第一代移民，想要融入美国并不容易，但亨利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让家人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亨利每月都能拿到丰厚的销售佣金。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让家人住上了宽敞的别墅，开上了名贵的汽车。虽说不算大富大贵，但在经济方面从未遇到过问题。然而即便如此，亨利与戴芬最终还是结束了婚姻。尽管具体的离婚原因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亨利失去了大部分财产。正因如此，他在1972年前往了佛罗里达州，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当时亨利已经51岁，但凭借出色的推销能力，他不仅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感情生活同样也有了着落。接下来的20多年里，亨利先后交往了2任女朋友，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名叫珍妮特，也就是他最后一任伴侣。两人于1991年通过买卖汽车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亨利已经70岁高龄，而珍妮特只有47岁，比亨利的女儿大不了多少。按照以往介绍过的案例，这种年龄相差悬殊的感情通常伴随着经济目的，但亨利和珍妮特则完全不同。尽管当时亨利仍在继续工作，而且收入也比较不错，但相比之下，珍妮特的财务状况更为优越。因为在与亨利交往之前，珍妮特刚刚失去了第2任丈夫，继承了大量遗产。她在佛罗里达州有车有房有存款，并不需要亨利提供经济帮助。相反，亨利非常依赖珍妮特，他不仅住进了珍妮特继承的房子，还因为年龄原因经常需要珍妮特的照顾。然而就是这样一对难得的伴侣，后来却遭遇了可怕的灾难。交往6年后，珍妮特眼睁睁看着歹徒袭击了亨利，而他自己也差一点丢掉性命。1997年6月20日凌晨3点43分，当地警局接到一位居民报警，称亨利和珍妮特在家中遭遇袭击，亨利生死未卜，而珍妮特受伤严重，急需紧急治疗。My neighbor just came in, and I'm not sure what happened to her, but she looks like she's been beaten up. Someone broke into her home, I think. Is she breathing okay? Does she need an ambulance? Yes, she needs an ambulance.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in her home, but she does not know whether he is, what his state of condition is. 接到报警后，医护人员首先将珍妮特送到了医院。与此同时，警方也很快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的客厅，除了地上散落着各种物品，橱柜的抽屉也都被翻了出来。进入卧室后，里面的情况更为糟糕，不仅有被翻找的迹象，还有亨利的尸体。只见他仰卧在床上，颈部系着皮带，身上有多处钝伤，死因显然是他人造成的窒息。
此外，警方还在珍妮特一侧的床边和地上发现了大量血迹。根据血迹分布的位置判断，珍妮特应该先在床上遭遇了袭击，随后又被歹徒推下床摔到地上，这就解释了她为何能在袭击中幸存。除了运气因素外，最主要的可能是凶手看到珍妮特摔下床后没有反应，误以为她已经死亡，所以停止了杀戮。起初警方以为本案可能是由抢劫引起，因为现场存在翻找的迹象，而且受害者又是老年人，通常不会主动招惹是非。然而警方很快发现，现场虽然看上去一片狼藉，但并未丢失贵重物品，甚至就连桌子上的现金也没有拿走，这表明凶手故意伪造了现场，试图迷惑调查方向。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有了更重要的发现，他们在卧室角落找到了损坏的作案手套，又在后院草坪上发现了疑似凶手遗留的烟蒂。更为重要的是，住所外面的电话线遭到了破坏，这表明凶手不仅事先做了周密计划，而且很有可能认识珍妮特或者亨利。因为当年大部分电话系统通常设有报警装置，目的是为了防止遭到破坏，所以凶手显然知道他们家没有这种装置，才会采取剪断电话线的作案方式。掌握了现场的情况后，警方第一想法自然是想通过幸存的珍妮特获得线索。然而，由于珍妮特刚刚经历了生死，身体和心理都遭受了严重创伤，短时间内既无法开口说话，也不能进行文字交流，因此警方只能暂时放弃，转而调查了两人的人际关系。很快，他们就锁定了第一位可能的嫌犯，亨利的同事弗兰克。根据知情者透露，亨利与弗兰克存在很大矛盾，起因是两人经常互相抢单，所以每当结算业绩时，他们总会发生争吵。尤其在案发前几周，弗兰克因为亨利的排挤丢掉了工作，这进一步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件事情，弗兰克曾多次表达过准备报复亨利的想法。掌握了这一线索后，警方立即找到了弗兰克核实情况。虽然他承认确实与亨利存在矛盾，但坚持与本案没有关系。弗兰克的理由很简单，亨利已经76岁，剩余的时光可能不会太久，所以他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小事搭上自己的后半生，更不会对这样一个老人实施报复。What are you an old ma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at am I going to do? Get up and smack him? Please, that's not me. Hey, you want to put me on a polygraph and you give me a list of statements? I'll answer every one of them right now. You show me the statements, I'll do it in 10 minutes. And as long as it pertains to this Henry Knievel thing, let's do it. 不得不说，弗兰克作为销售人员，口才确实了得。他不仅言辞有理，而且还能站在警方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最终通过测谎和不在场证明，弗兰克成功洗脱了作案嫌疑。虽然这次问话没能让警方找到破案线索，但明确了调查方向。正如弗兰克所说，一般人没有充分的犯罪动机，于是警方重点调查了本案最主要的受益者，也就是亨利和珍妮特的直系子女，因为只有他们的亲生孩子才有资格继承遗产，也最有动机实施犯罪。然而，尽管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亨利和珍妮特的子女全都积极接受了询问，但由于他们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并且也都不知道谁会是凶手，所以警方没有获得任何线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又尝试了在物证上寻找突破。虽然确实从现场的烟蒂中发现了凶手的生物证据，但因为没有匹配到符合特征的人员，仍然没有办法确定凶手的身份。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警方只能将破案希望寄托在幸存的珍妮特身上。大约过了1个月后，珍妮特的伤势终于有所好转。更为重要的是，她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不再害怕回忆当时的情况。于是在催眠师的帮助下，珍妮特向警方详细讲述了案发经过。The first I knew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was when I was awakened about 3 in the morning. Somebody was like leaning on my thighs and twisting my head, and somebody behind me was holding me down, like holding my shoulders back. And I remember swatting
at whoever it was saying, "Get off me." I was choked. And as I was passing out, I remember someone saying, "Die, bitch, and that should do it."根据珍妮特所说，实施犯罪的歹徒共有2人，当时他们首先攻击了亨利，而珍妮特因为感觉到床铺晃动，很快就在睡梦中惊醒。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其中一名歹徒便压住了他的大腿和脖子。在此期间，珍妮特进行了激烈反抗，试图挣脱歹徒的束缚。但也就在这时，另一名歹徒加入了战斗，死死按住了他的肩膀。正是在2名歹徒的合力围攻下，珍妮特失去了反抗能力，逐渐感觉呼吸变得困难，不一会儿便陷入了昏迷。And when I came to, I heard an awful sound and I wished it would stop. And then I realized it was me trying to breathe. It was kind of like, and I knew something was horribly wrong. 珍妮特的陈述证实了警方的大部分推测，但这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已经记不清楚凶手的样貌，甚至无法确定他们的性别。当然，这并不是珍妮特的记性不好，而是因为她经历了创伤，导致患上了分离性健忘症。为了唤醒珍妮特缺失的记忆，警方让她观看了案发现场的照片和录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珍妮特回忆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她放在桌子上的结婚戒指不见了。虽然这个发现看似平平无奇，但背后却隐藏着重要线索。因为案发现场没有丢失其他物品，唯独丢失了结婚戒指，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说起珍妮特丢失的结婚戒指，就不得不提一下她已故的前夫罗伊。罗伊是珍妮特的第2任丈夫，尽管2人结婚只有5年，并且也没有生育子女，但罗伊在病逝前还是把所有财产全都留给了珍妮特。然而问题在于，罗伊并不是没有继承者，实际上他与前任还有一个女儿，名叫莱拉。也就是说，莱拉没有分到父亲罗伊的遗产，作为继母的珍妮特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更为重要的是，珍妮特的结婚戒指原本属于罗伊的前任妻子，也就是莱拉的亲生母亲，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何现场没有丢失其他物品，唯独丢失了珍妮特的结婚戒指。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最初珍妮特并未联想到这些事情，因为自从罗伊去世后，珍妮特就与妓女莱拉失去了联系。正因如此，警方一直不知道莱拉的存在。当时他们只是认为丢失的戒指非常重要，找到戒指就能找到作案的凶手。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后来他们的确找到了珍妮特的结婚戒指，不过找到的方式有些令人意想不到。1998年1月5日，案发半年后，当地警局接到了莱拉遭遇男友家暴的求助电话。然而当警方准备逮捕她的男友约翰时，约翰突然朝着莱拉大声喊道：“我会告诉他们关于戒指的事情，到时候你千万不要后悔。”原本约翰打算以此要挟，想让莱拉撤销家暴指控，但正是这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当地很少发生凶杀案，即便是普通警察也都对亨利的案子有所了解，知道本案中丢失了一枚关键的戒指。于是警方将莱拉和约翰一并带回了警局。不出所料，2人全都否认了戒指的存在，并且莱拉也很快撤销了家暴指控。然而即便如此，莱拉和约翰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怀疑，所以这条线索不可能轻易放弃。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最终得知了莱拉与珍妮特的关系，莱拉和她的男友约翰也就成为了本案最大的嫌犯。后续通过秘密跟踪，警方获得了约翰丢弃的生活垃圾，并从中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经过与物证中的 DNA 比对后，警方很快确定案发现场的烟蒂来自莱拉的男友约翰。1998年11月24日，案发1年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莱拉和约翰。一开始2人仍然坚持与本案无关，尤其是莱拉态度十分强硬，直接终止了警方的审问。然而莱拉和约翰也并非铁板一块，警方只是略微使用了一些审问技巧，2人便很快承认了罪行。
Can you in general terms tell me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you have so I know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 was there. Okay. When the whole thing went down? Well, yeah. Okay. All right, so you come in the house and she's already on top of Henry Yeah. She's like this. And then, with her hands? yeah, and then a pillow. And then she said to him, "You're gonna die." So I think she got a necktie, or a piece of rope necktie. I'm pretty sure it was a neck, or no, a belt. It was a belt. 根据约翰所说，事情的起因主要是莱拉想要夺回他父亲罗伊的房产，因为罗伊曾告诉过莱拉，他的房子不允许别的男人居住，否则莱拉可以将房子收回。所以当莱拉发现珍妮特有了男友亨利，并且两人还住在他父亲的房子后，内心就产生了杀死珍妮特和亨利夺回房子的想法。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便珍妮特去世，莱拉也无法继承房产，因为从法律层面上，莱拉父亲的房子已经属于珍妮特所有，而莱拉作为珍妮特的继女并不是第一继承人，除非珍妮特没有直系子女。所以归根结底，主要还是莱拉不了解法律，但凡他咨询一下律师，这场悲剧都有可能避免。至于莱拉与约翰如何实施的犯罪，两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约翰声称他与莱拉一同前往现场只是作为男友的无奈之举，最开始他没有犯罪的想法，也没有进入房间，只是站在门外等待莱拉。但后来由于珍妮特突然惊醒，莱拉一个人很难应对，于是在莱拉的多次呼喊下，约翰才迫不得已协助莱拉完成了犯罪。而莱拉的版本是约翰主动参与了犯罪，并且还提到约翰事先剪断了住所的电话线，以及不小心弄破了作案手套等一系列具体的事情。总之，两人都弱化了自己在本案中的作用，把主要责任推给了对方。这对警方来说是个非常不利的局面，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谁是主要的凶手，并且掌握的证据也不算特别充分。一方面，本案距离审判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尽管约翰和莱拉都已经承认了罪行，但在这段等待的过程中，两人可能改变主意，撤回原来的证词。另一方面，警方掌握的 DNA 证据不在案发现场的核心区域，而是在开放的室外。将来审判时，辩护律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所以综上所述，警方为了避免审判结果不利，提前与约翰和莱拉达成了认罪协议。虽然这不是受害家属想要的结果，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可能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2000年5月，亨利遇害3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根据之前达成的认罪协议，约翰和莱拉仅被判处20年监禁。据最新的资料显示，两人实际只服刑了15年，于2015年刑满释放。 My dad loved his grandkids. He would hug them and hold them and play with them. It made my heart feel good, and that's what I miss the most. The last time he came to town, he knew I was in the car business, just like he was. And I had my check stub with me. He's looking at it. I'm not saying a word. He's staring at it. He goes, wow. And he told everybody at work how proud he was of me. I did prove to him that I made something of myself. For a long time, I was devastated. But if there's somebody out there who's going through a tough time, sometimes life can seem like you're in a dark tunnel, but just keep walking through that tunnel. There's a light at the end. At one time, I was a victim when it happened, but I got through it. Now I'm a survivor.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